朝鲜阅兵越玩越刺激，韩国武器出口也是越来越强劲。那么南北武功两个流派比一下，平壤能不能够一力降实惠？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很多朋友呢喜欢看阅兵，各个国家的阅兵嘛风格也不一样。比如大家爱看解放军阅兵，因为亮点是装备还有气势。我们也爱看俄罗斯阅兵，特别是胜利日阅兵，亮点是历史长卷呢。当年苏联红军的军服还有特348-5坦克都要出来跟新装备一起亮相。那么其他国家阅兵呢也是各有特色，有些国家的阅兵那个步伐跟手臂的动作特别难以拿捏，不是练几天杂技真的玩不转。还有的国家阅兵亮点呢不仅仅是摩托化陆军，还有摩托化海军、摩托化空军。不过这2年朝鲜的阅兵突然好看了，不仅真有值得看的装备，而且还不缺气势和艺术氛围。朝鲜能想到夜间阅兵，而且让战斗机挂着红灯放着烟火飞过广场，确实是很有创意。当然朝鲜的战斗机比较老，所以他们的阅兵重点还要看地面上，而且朝鲜展出那些地面装备里边，坦克之类的倒是没什么看头，无非就是换了个壳，但是各种弹道导弹就特别引人注目。尤其是这次亮相的火星15、17，还有看上去酷似中国东风17的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采用了双锥底弹头的潜射导弹，型号越来越丰富。而且前几个月多次试射，也是美国通过了跟踪弹道，能够判断出来15、17真的是洲际弹道导弹。另外，朝鲜几次高超音速导弹飞行也让美国特别尴尬，因为按照美国刚刚公布的计划，即使调整计划之后，美国自己拥有高超音速导弹也要等到2008年，最快也只能当全球老四。核弹头加洲际弹道导弹，再加上弹头能够进行复杂的变轨机动，朝鲜有了这样的弹道导弹技术，已经可以让美国感到，除非在导弹升空的时候在助推段及时拦截，否则弹头释放出来那真的就没办法了。朝鲜这个进步速度非常令人吃惊，我们到现在也能看得出来，朝鲜其他武器装备虽然开始现代化，但是跟周边其他国家比，差距实在是太大。所以朝鲜的精明就在于他们很清楚，看懂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发展和对比，他们就很明白，靠核武器、洲际导弹、高超音速武器这些个大家伙能够直接把局面稳住。只要稳住局面，美国就不会让韩国轻举妄动。那么自己在常规武器上的不足，就有时间慢慢把差距消磨。对于朝鲜来讲，这是把非常有限的资金实现了最优化的使用。至于朝鲜为什么能够在这么短短几年之内实现弹道导弹领域的大发展，只能说欧洲某大国提供的技术比较慷慨，而朝鲜的技术人员比较勤奋，总是不停地下载各种公开论文回去研究。而朝鲜半岛另一头，韩国在军事技术领域发展速度也是相当惊人，在国际军火市场上，韩国的武器装备这几年崭露头角，卖得还相当不错。他们的 K9 自行榴弹炮、FA50 轻型攻击机在国际市场上都拿了不少订单，已经成了中国同类产品的有力竞争对手。甚至是韩国在坦克、穿甲弹领域奋起直追，已经赶去德国直接挑战德国的豹二坦克，并且还有优势，俨然已经要跟中美坦克并列第一梯队了。虽然韩国的成功很多是来自于西方的技术，但是能够做到今天这个水平，说明他们的技术整合能力、系统整合能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关键是韩国和雄心勃勃的印度相比，最大特点就是发展的步子会稳一些，基本上每个阶段的目标都落实在自己能够实现的范围之内，确保每个发展步骤都能够实现。自己呢，既然受制于美国，不可能去搞核武器，那么就必然会在常规武器上充分发挥自己信息化领域的优势。而且韩国也很清楚，朝鲜的核武器一旦使用，更有可能针对的是美国和日本。所以现在朝鲜半岛两边的装备发展对比，就真的有点类似俄罗斯和欧洲一些国家的对比。一个呢是想玩好控盘，一个呢是想玩好微操。但是有一点双方还是无法平衡，就是朝鲜已经开始在常规武器上改进自己的水平。比如说朝鲜自己现在也能制造 S300 档次的远程防空导弹，阅兵场上也出现了外包装神似标枪的反坦克导弹。但是韩国呢，要在核领域去追平朝鲜，恐怕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想都不敢想的问题。好，
关于朝鲜半岛上这两个国家的军备竞赛各有什么样的特点。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谈。